地球重60亿吨，它为什么可以漂浮在太空中而不往下落？我们先说答案啊，地球其实一直在往下坠落，它坠落的方向是太阳的中心啊，只不过是我们感觉不到而已。我们先假设在宇宙空间中只有一个地球，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那么地球漂浮在宇宙空间中这件事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宇宙中任何的空间位置还有任何的方向，物理规律都是一样的，没有所谓的这个上下、这个左右还有前后之分，方向只是人为规定出来的，只是我们在地球上的一种感受，对吧？所以地球在空间中往下掉，这个往下掉这3个字本身就比较主观。那其次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物体为什么会发生运动。那相信你还记得牛顿第一定律，也就是惯性定律啊，说的是一个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的情况下，它会一直保持静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只有受到了静力不为零的情况下，物体的运动状态才会发生改变。那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物体落到地面，是因为物体受到了地球的引力，所以地球在宇宙中的运动状态跟它所受到的力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是地球在深邃的宇宙空间中周围没有任何的天体给它施加引力的话，那么地球本身就会在宇宙空间中静止或者是匀速直线运动。那至于地球会朝哪个方向匀速直线运动，这无关紧要，毕竟在宇宙空间中没有所谓的方向。但是我们知道地球并非处在空无一物的空间中，它是太阳系的一部分，周围有太阳以及除了地球以外的7大行星，还有一些矮行星还有小天体。这些天体对地球来说都会施加引力作用，但是的话，太阳本身的质量就占到了整个太阳系的 99.8%， 因此地球的运动主要受到了太阳引力的影响。所以说，地球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状态并不是静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啊，因为它受到了朝向太阳中心的引力作用。那按理来说，地球应该会被太阳的引力拉向太阳，并且会落到太阳的表面上。就像是一个物体现在受到了地球的引力，落到了地球的表面上是一样的。但真实的情况是，地球在引力的作用下，沿着椭圆轨道绕着太阳在运动。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地球在受到太阳引力的同时，它有一个垂直于引力方向的一个切向速度，这个速度就保证了地球在向太阳中心坠落的时候一直在错过太阳的表面，不会撞向太阳。所以我们就可以认为，地球其实是在宇宙空间中不断的下落的，但是下落的方向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东西南北，是太阳中心的方向。那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也是牛顿当年做过的一个思想实验，叫牛顿大炮，是我们人类目前发射卫星的理论基础。那你了解了牛顿大炮，你就知道卫星是咋上天的。好，先看这张图片，我们垂直向上发射一枚炮弹，有图中绿色的那个小球，那么这个小球就会一直受到朝向地球中心的引力，那么这个引力就会导致小球的速度一直衰减直到为零，然后又开始在引力的作用下，然后加速追向地球。因此垂直向上发射炮弹或者垂直向上发射火箭是无法逃离地球引力的，那至少以我们人类目前的能力来说根本就办不到。这垂直发射你也无法让炮弹在轨道上绕着地球运行，对吧？所以想要让炮弹绕着地球转或者是离开地球，就需要给炮弹提供一个水平上的一个初速度，也就是向前发射炮弹比如图中的样子，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那现在我们在一座山上架一门大炮，我们朝前发射炮弹，炮弹在向前飞的时候会在引力的作用下往地面上坠落。如果炮弹的初速度不够的话，那么炮弹飞行一段距离就落到了地面上比如图中的 A 还有 B。那如果我们现在给炮弹提供这个更大的初速度，当速度达到第一宇宙速度每秒 7.9 公里的时候，那么炮弹的轨迹就会变成 C。 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一个球它是有一个曲率的，炮弹只有拥有了足够的初速度，那么它在落向地球的时候，这个速度就会让炮弹不断的错过地球的表面，最终绕着地球运转。如果你现在速度再大一点的话，那么炮弹的轨道就会变成 D。比如速度再大一点，达到了第二宇宙速度每秒 11.2 公里，那么它的轨迹就会变成 E， 直接逃离地球的引力控制。那么整个过程就是人类发射卫星的原理。那么火箭先把卫星垂直推到一定的高度然后火箭会与垂直方向有一个夹角，给这个卫星提供这个足够的水平速度，这样卫星就可以绕着地球转了并不是我们认为的火箭垂直把卫星送入了太空。如果是这样的话，卫星还会因为引力再次落向地面的，对吧？
可以看出，炮弹还有卫星绕地球的过程就跟地球绕太阳是一样的，地球也在朝向太阳的中心坠落，但是地球的轨道速度它保证了地球总是会错过太阳的表面啊，所以地球不会和太阳相撞。那如果我们现在降低地球绕太阳的运行速度的话，那么地球的轨道就会发生衰减，更加靠近太阳。当地球的速度足够低，地球就会在近日点撞向太阳。如果我们现在增加地球的轨道速度，那么它就会太阳的表面错过的越来越多，也就是轨道变得越来越大，会逐渐的远离太阳。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流浪地球》中人类把地球推离太阳的一个基本原理。好，那总结一下啊，地球确实在宇宙空间中下落，但方向是太阳的中心。那为什么没有撞向太阳？这是因为地球有一个很高的速度啊，保证了地球能够错过太阳的表面。好，那这个问题这样的，我是理论科学，点个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